姐。好，我直接下来。你这怎么老躲着我呀？谁躲着你啊？我这是因为不是回我们事务所上班了吗？没去姐夫公司，没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嗨，就为这事儿啊？啊，只要你高兴，怎么着都行。姐可没那么小气啊。真没什么事儿啊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就算所有人都在骗我，我可希望你是唯一一个能跟我说实话的人。姐，可你要这么说，不就是一口咬定姐夫有问题吗？那你跟延琪关系那么好，那姐夫要真有点什么事儿，延琪不会告诉你啊？也是啊哈。哎呀，我这最近啊，老是疑神疑鬼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就是闲的。哎，小莫都已经那么大了，哪有那么多事儿可以操心啊？你啊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回你那会计师事务所去。回会计师事务所？对啊，那儿工作那么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孩子现在还太小，我现在在这婚介所，不管怎么着，时间我自己能支配，还比较自由。不行，这事儿还早呢啊！哎呀，想什么呢？这都半小时了啊！你们玩击剑的，是不是都喜欢刺激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感情上是不是也喜欢刺激啊？啊？感情上我不是，我真不是。不是你，那你说谁啊？啊？怎么办呀？你说姐夫啊，在外面找刺去了？是，你姐知道吗？还不知道呢。千万别告诉她啊！为什么呀？你先别问为什么，你先告诉我，那人谁呀？就是他们以前大院团员秦山，然后后来在姐夫公司当了财务总监，忽然间又出现了。等会儿，秦山，你认识啊？我不认识，就是今天我跟你姐夫那什么的时候呢，有一电话进来，那名字上显示是秦山。他们说什么了？那他没说什么，你姐夫没接，把电话挂了。哎，现在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？现在是这件事儿，打死也不能告诉你姐。可我姐，她今天下午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，就算全世界的人瞒着她，我都不能瞒她。那万一让她知道我骗了她，这是两码事儿啊，宝贝儿，两码事儿。是，从原则上来讲，我们是不应该骗你姐，但是咱现在不知道吧？你姐和你姐夫到底是一什么状态、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告他了，这婚是不是就必离了，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？第二，你看啊，今天我看你姐夫的状态呢，电话进来了，没想接，电话挂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不想让人知道，没准他想解决这件事呢，对不对？咱们这样好不好？静观其变。如果这个事态啊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我们不说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件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，我们到时候再告诉你姐，那也不迟啊。王宇明啊，以后你要是有这种事儿，是不是也会像现在一样瞒着我？说你姐夫的事儿，怎么又说到我脑袋上来？我说如果没有如果，那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哎呀，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呢特别的焦虑，特别的烦躁，特别的担心你姐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
但是听我一句，这件事现在千万不能让你姐知道，听见了吗？要不这样，我找个机会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跟你姐夫谈谈，好不好？给你准备了一副新手套。哟 ，All Star 的，这牌子不错。你以前呢老用那个 AF 的手套，换一副新的给你，就怕新的呀使不惯。有时候用新的也挺好的。姐夫，其实这新手套啊，看着是挺炫的，挺漂亮的，可能用上呢也比较安全。但是你想过没有啊？这新手套用久了也会变成旧手套的。反正我就觉得旧手套啊，挺好的。咱俩说话也别拐弯抹角了。你今儿叫我出来，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我问你，一凡是不是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了？既然咱俩都已经聊到这儿了，那姐夫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你是不是不爱姐了？也不能说是不爱了。这爱情啊，从两个人刚认识，只能持续1年半时间。我说的是所谓的激情。但两个人一旦走入婚姻以后，好多时候的生活，它就变成一种习惯了，感觉是过得有点麻木了。每天上班下班回到家里，接孩子上学放学，吃饭躺床上看书睡觉，第二天继续上班。明明，你觉得你姐夫还算是那种经得住诱惑的人吗？其实你姐呢，她从跟我的婚姻里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，因为我一门心思的关注她，关注这个家，给他们安全感。其实每个女人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就是他们想要得到的。他们得到以后，在他们看来，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段特别完美的婚姻。可是我呢，我的幸福点在哪儿？婚姻那么长时间，我也尝试想跟他沟通，他会认为我这是无理取闹。就是两个人进入婚姻以后，好多东西它变得不同步了。这不能说是他的错，只是需要两个人发现问题的时候，能够及时的沟通和解决。这些话，我能对谁说呢？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呢，我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是有一件事呢，我必须告诉你姐夫，有些东西一旦开始了，就很难刹车了。你看啊，一凡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我拦着他呢，没让他跟姐说，我也没告诉姐。如果作为一个朋友，我想跟你说，该刹车的时候得刹车了。作为你妹夫，我更得告诉你，该停的时候就得停。姐夫，为什么没跟姐说？是因为呢，我想把这个空间呢留给你自己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呢处理好。